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在3月3日那天，我发布了一期解读中国政府公文逻辑的视频，点击右上角可以看。当时就有许多网友在我的评论区留言了，说西方国家的政府文件是什么样的呢？能不能和中国对比一下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以中美两国发表的人权报告为例，看看两国政府在行文时的逻辑有什么不同，以及这种不同是如何反映两个政府的思维方式的。其实这个话题我以前也聊过，但今天想具体谈一谈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人权问题就会成为中美两国吵架的焦点话题之一。在中国，官媒经常谴责美国挥舞人权大棒，打人权牌，尤其是每年的3月到5月，这种谴责就格外激烈一些。因为在这个时间段，美国国务院会发布该年度的国家人权报告，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做出评价，中国当然也是其中之一。作为反击，中国国务院也跟着发布人权报告，只是中国版的报告仅仅是针对美国，并不评价其他国家。比如2023年3月20日，美国发表了报告，8天后的3月28日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发表了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，表示要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真相。同时，中国外交部也撰写并向联合国提交国家人权报告，用来表明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对比一下，中国在2018年用来评价本国人权状况的国家人权报告，和美国在2023年发布的人权报告，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？因为这期视频我只是想对比两国政府在行文和写作思路上的差异，所以我并不打算分析这些文件所列举的信息是否真实，以及如何评价这些信息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报告对比？首先是因为这两个报告的作者刚好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美国国务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和中国的国务院不是一个概念，美国国务院处理的是外交事务，对应的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部。第二，这两个报告都涉及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这同一事务进行评价，一个是美国人来评价，一个是中国的自评，所以更能体现出两份报告的差别。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报告。在中国报告的第一部分，着重介绍了中国特色人权观和人权理论体系，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。接着强调中国的人权理论体系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，是根植于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，源自近代以来170多年的艰辛探索，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9年等等。后面就不念了。读到这里，虽然我们还是没明白中国特色的人权观究竟是怎样理解人权的，但至少知道这是在强调特殊性，为后面铺垫。那么，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究竟是怎样特殊的呢？文章首先强调，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，中国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云云，但这些话非常空洞。虽然这是提交给联合国的报告，也就是给外国人看的，但和那些给本国人看的公文一样，充满了套话。接着，报告说到，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发展为要务的，这一段倒是罗列了很多数据，比如中国在过去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了多少万亿元，中国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，减少了7亿多贫困人口，给7.7亿人提供了就业等等。接下来又是一大堆很空洞的政治口号，诸如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，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，以改革促发展，以开放显担当，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和机遇。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和人权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。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与制度框架，这一段具体阐述了中国政府如何保障人权的。我们来看报告的叙述逻辑。他首先强调，中国出台了诸如反家暴法、慈善法等28部新法律，通过了134件次法律，
然后列举了中国政府签署和参与了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和相关议定书，比如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提交了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等等。在人权保障体制这一小节，报告强调了中国政府成立了由50多家部门组成的人权行动计划制定工作组，最高法院设立了6个巡回法庭，立案登记率达到了 95%， 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1295.7万件等等。在人权教育部分，中国版报告强调已经对48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、2万名法官进行培训，强调 96.5% 以上的中小学配备了法治辅导员，在中小学教材中加入了人身权利、受教育权利、经济权利等内容。第二部分基本上就是罗列这些数字。接着是报告的第3部分，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成就与实践。这一部分列举了3种权利：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以及特殊权利。其中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放在了第1位，也是这份报告最看重的东西。平心而论，这一段也是空话和套话最少、数据最密集的部分。报告又强调了一遍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多么大的突破，年均增长率有多么高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么大，并强调中国政府把实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。我们要注意，这句话其实是我们理解这份报告的关键。接着列了一大堆数据，比如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了2822亿元，减少了6853万贫困人口，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.4% 等等。在工作权、社会保障权、住房权这一小段，报告同样罗列了一大堆数据，诸如全国新增就业人口有多少万，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90% 以上等等。还强调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、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，什么各种保险覆盖了多少多少亿的人口，我就不读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在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一段结束后，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这一节在中国是比较敏感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相比上一节，这一节罗列的数据和事实部分有所减少。在言论、新闻媒体自由这一小节里，中国版报告强调，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，互联网普及率 55.8%，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。中国网民达到 7.22 亿如何，还说到网民通过微博、微信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，对公务人员进行监督。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模糊，似乎指的是网民有对政府批评和监督的言论自由，但监督和批评之后还有没有言论自由，报告没有说，而这才是有无言论自由的关键。中国版报告一直在强调硬件设施如何丰富，网络覆盖率有多高，网民的人数有多少，但这些其实和人权概念本身毫无关系。接着，报告强调中国新闻业出版报纸有1900多种，期刊9800多种如何。在宗教信仰自由部分，报告强调中国有许多宗教，信教者有近2亿，宗教教职人员有38万，中国颁布了哪些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等。这一块似乎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也就是拿人数众多来证明有人权。报告的第3部分是特殊群体权利，特殊群体指的是妇女、儿童、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少数民族。这一部分的数据就更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罗列政府出台了多少部文件，发布了多少项政策，制定了多少部法律、条例，但这些法律文件落实情况如何却并没有说。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版报告的概括。其实看完全文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版报告在叙述人权概念时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策略。首先是完全从政府的视角出发，将政府工作有多么努力，发布了多少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作为中国有人权的直接证据。似乎只要发表了一部声称要保障人权的法律，就等于这部分人权已经得到保障了。作为对照，
在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批判美国人权的报告里，却大量引用了美国民众和美国媒体的言论，以此来证明美国人自己对美国社会现状都很不满。然而在中国版报告，民众的声音是完全不存在的，失语的。第二，中国版报告特别喜欢强调人多，人多就是真理，人越多就越有人权。比如网络普及率高，就说明中国人有言论自由；信教人数多，说明中国有信仰自由；接受人权培训教育的人数多，就说明中国人权教育做得好；居委会数量多，说明市民参与基层自治的权利受到保障。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：人多，说明提高人权的难度也越大，所以那些人口比中国少的国家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指点点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将人权的内涵解释为生存权和发展权，然后再大量的用经济增长数据和扶贫数据来论证中国人权状况很好。这也是这份报告为什么会将经济权利置于公民权利之前，并重点介绍的原因，也可以算是中国特色人权观的本质。然后我们来看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3月20日发表的人权报告。美国版报告对每个国家的评价格式都是统一的。在开头的摘要 summary 中，主要介绍3个部分：一是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，二是安全机构以及出现的重大人权问题。比如在针对中国的报告的 summary 中说到，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共产党，最终权力属于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。接着介绍了中国的安全机构，包括国家安全部、公安部和武警部队，然后介绍了这些机构的分工和隶属关系。摘要的最后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发生的重大人权问题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美国版的报告对每个国家都是按照权力结构、安全部门和重大人权问题这3个部分来总结的。比如在针对德国报告的 summary 中也说到，德国总理由联邦议会下议院选举产生，德国16个州有很大的自主权。接着讲了德国的安全部门，包括16个州的警察部队、联邦刑事警察局和联邦警察，介绍了警察系统是如何分工的。然后列举了德国存在的一些人权问题，比如针对穆斯林、LGBT 群体的暴力威胁等等。这里就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要单独把安全机关列出来，而不是把这个国家的经济部门或者其他什么政府部门列出来？后面我们会分析这个问题。然后是报告的正文。美国版报告对所有国家都是按照7个方面来评价的，我给大家直接翻译成中文吧。1. 尊重人格完整。2. 尊重公民自由。3. 参与政治进程的自由。4. 腐败和透明度的缺失。5. 政府对涉嫌侵犯人权的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的态度。6. 歧视和社会虐待。7. 工人权利。由于整份报告很长，我们简单举几个要点，说明道理即可。在第1章尊重人格完整又分为以下几节： 1. 任意剥夺生命或出于政治动机的杀戮。 2. 失踪。 3. 酷刑或其他有辱人格的虐待。 4. 任意逮捕或拘留。 5. 拒绝公平公开审判。 6. 非法干扰隐私、家庭、住所或通信。每一节都罗列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事件，并给出了信息来源。例如，在酷刑和其他相关的虐待行为中，列举了2022年3月到6月上海封城期间政府设立的大规模隔离中心，引用了《纽约时报》的报告，提到这些隔离点过于拥挤，缺乏洗浴和卫生设施，堆满了垃圾等等。在第2章，尊重公民自由，具体分为言论自由、集会和结社自由、宗教自由、迁徙自由等等。美国版报告通常指出中国的法律承诺保障这些自由，但实际上当局并不尊重这些权利。在介绍妇女权利这一小节，美国版报告写道，中国有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条文，但实际上针对妇女的歧视、不公平解雇和工资差异在中国无处不在。尤其重要的是，报告指出当局并不执行这些保护妇女的法律。我认为这才是紧扣人权概念的做法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美国版报告并没有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，也没有针对中国的扶贫情况、就业率、失业问题、网络普及率之类的数据发表任何意见，因为这些中国最看重的东西其实和人权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我们翻看世界人权宣言就可以发现，人权的概念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公民在言论、迁徙、出版、集会等方面不受政府的侵犯，或者未能获得政府应有的保障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版报告在摘要中要特别介绍了警察等安全部门，而没有介绍其他的政府部门或军队，因为公权力对公民的侵犯主要是通过这些机关实施的。也就是说，人权问题是针对公权力扩张而言的，绝不是说任何社会问题都叫人权问题。比如美国版报告在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性骚扰和歧视，往往最终还要强调当局对这些情况采取漠视、纵容甚至推动的做法。而中国发布的批判美国人权的报告里，列举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大量问题，诸如贫富差距、选举周期太长、浪费的钱很多，却并没有说明这些问题与侵犯人权之间有什么联系。此外，中国的报告有这样一层假设：经济越发达，物质条件更好，人权状况就必定更好。但这是一个误区。恩格斯就曾说过，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，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。也就是说，在恩格斯那个年代，奴隶的生存条件是有可能比一个自由人更好的。有人考证，当年美国的奴隶主也不都是对奴隶为所欲为的，有些奴隶也是有奖金和休假的。然而，奴隶并不被承认为一个人、一个市民，而只是主人的一份财产。奴隶之所以为奴隶，并不在于，或者首先不在于他生活条件的恶劣，而在于他不被看作是具有独立意志、可以为自己说话的人。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巨大区别，西方文化认为人权有根本性的价值，人权本身就是目的，是与生存一样不可放弃的，甚至是高于生存的。中国人通常认为人权只有工具性的价值，像言论自由等等，只有在有利于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是值得追求的。比如中国古代的大臣经常劝皇帝要广开言路，在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君主也会号召臣民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畅所欲言，但这并不等于真正的言论自由，因为这种自由只是临时的、工具性的，它本身不是目的，而只是手段。说到这里，有人会说，如果我从主人那里独立出来，活得更糟糕了怎么办？只能说这是有可能的。相比被庇护，独立并不必然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，甚至带来更多的麻烦和不方便，但这也是自己选择的。比如当年美国黑人在解放后，其实仍然面临贫困、种族歧视和社会边缘化等挑战，个人权利的进步并不一定直接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在现实中，尊重人权的国家并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更便利，比如发达国家的人力服务成本就比较高昂，工人动不动就罢工、抗议，这时候雇主就会和代表谈判，最后妥协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标准，但这就会导致物流效率比较低。而一些专制国家则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压制劳动者的议价权，人为的降低工资和福利待遇，从而形成了某种经济制度上的优势，但这与人权无关。因此，拿某项经济指标很高来证明有人权，或是拿某项经济指标低来证明没人权，都是没搞明白本质。人权理论认为，一个社会尽管存在问题需要解决，但一旦诉诸公权力扩张，那就应该慎之又慎，必须论证这是必要的，且必须选择侵犯最小的方式。人权理论中的比例原则就强调，为了保障人权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有助于达成目的，且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损害最小的，即最小侵害原则，否则就可能是违宪的。人权理论天然蕴含着对公权力的警惕，而这种精神在中国的报告中是完全看不见的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思路的问题。当然，人权是一个西方概念，按中国的说法是西方的文化霸权，但中国之所以还要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下去争辩，并想办法以国情中国特色来给自己找依据，而不是像朝鲜那样直接关起门来自娱自乐，说到底还是因为人权概念在全世界已经取得了普遍的认可，是一块金字招牌，否则中国也完全可以用儒家的价值观来评价西方。这种矛盾和纠结的心理，在当代的各种中西价值观冲突中是广泛存在的。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吧。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，可以购买我的基础会员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，请联系我的邮箱，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
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